山洞深处燃烧1000年的火焰柱，你见过吗？火焰柱真的存在。这处旷世奇景出现在绝壁万丈的悬崖之中，洞口隐约发现上古阁楼。当地樵夫直言，轩辕大帝曾居住于此。此处是仙境，赛过广寒宫。轩辕曾在此立下万世功。神将其中会发现多少蛛丝马迹呢？散落一地的骷髅骨骸又牵扯了怎样的历史谜团？穿越4000年前的远古密道，揭秘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的悬崖密洞。这里有人工开凿的痕迹，这有站纹。要去探索的洞穴呢，就在这个悬崖中间，它叫轩辕洞啊。这个架子是否就是轩辕大帝曾经睡过的木床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迂回上去进行一个100米锁降，根本就没有路，典型的火山岩。这里还发现了年纪非常大的这个岩穿胸，看一下有多少节，最少是几十年了。每次探索这种洞，心里是非常忐忑的，因为毕竟那种悬崖洞都是几百年来没有人进去过，那说不定里面会有什么大蟒蛇啊、怪兽之类的。就在这下方，就在这里啊？对。我去，这我有点怕哟。好高啊！行军已经将线开好，我们决定上下其手对这个轩辕洞进行包抄。从上面往下降的呢是4位同志，下面往上来的还有6个人呢。所有的操作呢都是在保证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安全探索，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先锋传来消息，在那个崖洞里面果然是发现了一些木架子的存在。如果这个轩辕洞里面的木架子真是轩辕大帝居住过的话，那么这个洞穴住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5600多年前。如果事实真的如此的话，那么这又是一次全新的发现。大家期不期待了？接下来呢，就随我利用安全装备，我们继续下降，马上就可以揭开轩辕洞之谜了。已经有3个人进入了洞口啊，那个站在大树上面的是坏脑鬼，现在正在向洞中进行横切。这景漂亮吗？然后轩辕大帝要真住在这里的话，那也算是风景如画的好地方啊！能看到吗？那白色的就是全息探洞王。你来吃什么好吃的？吃馒头啊！好的好的。有木楼吗？真的是轩辕床啊！洞里面有房子，好像是金丝楠。经历了9981一难，我们来到了轩辕洞的洞口。哎，你不要把房子搬倒了啊！轻脚轻手的。这个据说已经存在了5620多年了，正儿八经的古迹。在那个岩壁上面，我们发现了一些文字的痕迹，它像是毛笔写的哈，3首7言4句的这种诗句啊。这边还可以看到有民国24年，也就是说在民国的时候曾经是进来过人的哈。那么这个洞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什么时代呢？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在这个山下遇到了一位当地砍柴的樵夫，他是这样说的：这个洞哈，此处是仙境，赛过广寒宫，轩辕曾在此啊立下万世功。那么他说的立下万世功，那么我们可想而知，他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创造了《黄帝内经》呢？这时候呢，我们就到这个洞中深处啊去看一下，里面究竟有怎样的遗迹。这个是青冈树，我原先以为这个是金丝楠木，实际上并不是的哈。因为青冈树呢，它这种材质啊，可以存在很多年不被腐朽啊，不被侵蚀。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哈，在前期探洞王的后面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双层木架床，这个前面还有办公桌什么的，以及这边的这个三口罩。我操！小心！出了一点小意外，翻下来了。所以说探洞有风险。那一个双灶，诶，这是什么？我去，这是个对窝。这个灶怎么这么小？难以想象，这差不多只有22公分左右。这边也是个灶，这应该是很久之前呢，轩辕皇帝，我猜测是这样，轩辕皇帝在这里做饭用的一个灶台。那个时候还只能用这个对冲米哈，可以看到在这边呢有一个木架子，然后这边还有2口比较大的灶。这个灶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造型图，有造型图啊，红色的，说明这个灶曾经使用过。
然后再看这边是什么样的环境。我去，好高好高，好怕好怕！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呢，就是传说中的南沧江，这个也是湄公河的上游。我们这时候呢，看完了这些遗迹，就决定向洞中深处前进，看一下里面是否能够找到《黄帝内经》的原稿。现在我们从这个小的漏斗这样爬上来了，哇，这边出现了一个形似南天门的钟乳石，有人为开凿的痕迹。这里要经过一个小洞口，一眼望不到头，非常的深邃。裂缝高约8米左右的宽度，在1米左右。再看这钟乳石，透出了一丝诡异。宝妹儿不要怕，向前冲！我去！哇！哇，有骨头！这样，我去！看这个地上，这全都是。这里还有一个洞道，我们继续往下探索吧。看一下，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又是一个天生桥。快过来！这明显是一个人工开凿的甬道，然后这样一直进来了，都是一些钙化物的沉积。哇，钻石，钻石！兄弟们，又一次发现了这种洞穴里面的钙镁离子结晶体，像钻石做的金山一样。所以这个石头长得很有特色。从这边过来，洞道又变窄了，好像是没有洞道了吗？有洞道。里面好，它有风。有风？有狭管效应吗？这里非常窄，又是一个大厅。这边过来，哇，一个这里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它的宽度可能在35公分左右。要是不侧着身子过不了。哇！哇！广寒宫，这老人说的打铁杆应该就是这根哈。好嘞。此处是仙境，赛过广寒宫，轩辕曾在此立下万世功。目前我们真的是找到了这个犹如瑶池仙境、广寒宫般的旷世美景，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轩辕曾在此居住的证据。我们继续前进。无法想象，在一个100米悬崖之上进一个洞啊，进来之后竟是这番景象，真的是太难得了。这边有一个大峡谷吗？哇，前面是个大水潭，对面的。游过去。这时候我们在排队过河，这里才是存在着赛过广寒宫般的奇美景色。我们看一下对面的钟乳石奇石幔，看着已经存在不下1000年之久了。这也太美了吧！就是跑哥撅着屁股有点煞风景。好美呀！这也太漂亮了。这个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前面是水潭。我去，这有点深哦。这里应该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悬崖洞了。我现在走到这里，我都不记得我们还有几百米的绳子要爬。哇！啊，燃起来了，燃起来了！快看，起来了，起来了，光上来了。这是一个水火交融的状态，下面就是水，水里面有很多石灵芝，在边上就是一根像火在燃烧的这个柱子，特别的神奇。投石问路，开干了！
这里是里尔湖天坑，1800米高山有一处常年浑水不清的湖泊，具体深度无人知晓。每逢天气突变，湖面冒泡，好似沸腾。当地人猜测湖底可能连通暗河。接下来我们将利用绳索反穿里尔湖天坑底部，好大一根阴沉木，看看两处秘境是否处同一地下水系。现在呢是位于海拔1850米的高山之上，从航拍里面看到的里尔湖呢就在这个山包的后面。我们此次下里尔湖天坑也是为了探明那个沸腾的气泡是否跟这个天坑的底部地下水系相连。而向阳作为开线先锋啊，率先下降。我把这个石头扔下去，咱们看一下深度。哇塞，起码还有200多米。对，好深啊！伙计，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自然锚点，拴了这根树啊。从这个角度看里尔湖天坑，非常的震撼。请你们再不要说我们是寻宝的了哈！海拔1850米的高山之上，这样突然出现一个竖井，下面是绝对不会出现宝藏的哈。所以大家不要再带节奏说我们是寻宝的了哈，我们只是呢就是为了探明这个地下水系是否和里尔湖的湖底相连。我带的有100米啊，先看它高它看，你带去吧。深不可测，感觉是一个300米的深度。先锋传来消息，在第一平台下方还有一个100多米的竖井，这时候继续向下输送绳索。哇，那个直销洞的槽。有鸟啊，直销洞啊。啊，还有3个直销洞的蛋。我的天哪，看到没？这时候阿志在我前面去了哈，他在我下面2个点的位置，向阳的光完全看不到了，继续下降。现在看这个坑口比较圆，然后这个四周呢，坑壁上面都有水溶的痕迹。这实际上里尔湖天坑算不上是天坑的规模，它的直径差不多只有4-5米，算是一个高山竖井了。安全换点之后，我们继续下降。那里咱们还发现了一只紫啸洞的巢。什么情况，两位？下面有一根1米多粗的阴沉木。1米多粗的阴沉木啊！3颗蛋哈，3颗蛋上面还有花纹。好大，好大！这里有一个，有2个哈。幸亏我们没从那边开线，不然的话，可能要惊到他们。这是个葫芦口，我们现在处于它最窄的地方，下面又越来越宽敞了。我们继续下降。下降的时候，咱们就像坐电梯一样，上升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的爬上来。你们想不想看一下是如何上升的？待会儿展示给你们看啊。2位队友的灯光看起来很渺小啊，这里下去还有50多米就可以一绳到底了。现在最后一个队友，对呀，我太小没到了。这是什么？阴沉木啊！你看这，我去，大家看，这好大一根阴沉木，向阳的脚下，好大一根阴沉木。大部分还被埋着噻。这直径都有1米多吧？我这里就在感觉那个，这么大一个，那边是不是会不会是空的哟？没动到了吗？来，石门。哦，向阳在这里做了一个点，前面说还有竖井，丢了石头没有？我再给你丢一个，丢一个。1、2、3。方方正正的一道门，我们姑且称它为地狱之门。这个洞道呢，它的方向啊，似乎是往里尔湖那个方向前进的啊，因为可以看到透过这道石门后面还有空间。不过这里需要锁降下去，要么就是打横切。我们一直向下吧，因为这里海拔比里尔湖要高出那么200来米。
如果往下能够直接通到它的地下水系的话，探索起来就比较简单了。好，准备装备，开干了。有一个小平台。哦。对。这个就是，你看也是看不到底，这个非常狭窄的一条，好高的洞腔。现在我们要随着往下。从这个地狱之门这样下来呢，这个岩壁都是呈金黄色，而且上面有很多的滴水下来，岩壁被弄得非常潮湿，而且在我们的对面呢，能够清晰的看到一个像菜刀形状的洞口。我们分析这个树井顶部啊，有可能就是尼尔湖。现在向阳还在继续向下开线，渗水孔啊，在旱季的时候它是连通了尼尔湖的底部，然后有这个沼气啊，一些比较轻的气体向上翻腾，就引起了尼尔湖的水面冒泡。地狱之门下来是越走越宽。哎呦，好滑呀！花岗岩，哇，鸡血石，伙计，鸡血石，这里发现了鸡血石，哇，一脉一脉的，这里面那个血丝能看到吗？很清楚哈，这一脉下来，全是这样的血丝，这里能看得很清晰哈，鸡血石的纹路。向阳已经下到了这个树井底部，很平了，而且在它的东南角还有一个洞道。继续斜过去了，我们继续下降。飞虎队，是一个什么动物摔下来的骨头？刚刚在这里表演飞虎队，一下给魂摔在这里了。大型动物摔下来过，对，好痛。仔细看了一下，这边是没有动到的，但是这个树井很高啊，差不多有70来米，一个通天树井，上面有很多的渗水点。咱们分析这个就是尼尔湖的底部，有可能这个地上的泥土啊，里面有很多的气体，它在升腾的时候有可能会通到尼尔湖的底部，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想啊，也不知道究竟和那个有没有关系。这个下面偶尔能够发现一些骨骸，过往今来可能有不少失足的动物掉下来就再也没有上去过。这里还有阴沉木，这个下面没有其他洞道了，也就是说这个尼尔湖天峰我们就只能止步于此了，给大家表演一下如何上升的吧。这个叫脚踏带啊，然后脚踏带连着手身有一根牛尾啊，是连着我们的安全带，然后这个是胸身连接我们的这个金环也是连接的安全带，这样就有双道保护。然后我们往上爬一步，这个绳子就会往下去一步哈。你看，这看到没？这。我现在只需要单手啊，我们要成了老手之后，一般就是单手上升的，单手上升嘎，看到没？这样就凶得很。我们一般有女孩子有这种队员在一起的话，我们必须就是说单手上升，这样显示了自己很有力量。如果爬不动了，我们这样双手。向阳先生表演的是负重上升啊，他这个包呢，差不多是一个35斤到40斤左右，里面有150米的绳索，还有开线工具那些。可以看到他爬得非常快，爬得很猛啊，这是保证100%的安全。我们的绳索呢是破断拉力是46千牛，成功的从尼尔湖天坑里面撤到了这个上面平台这里，哎，马上就可以重见阳光了，重返人间。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拜拜。天坑底部发现一堆骨骸和衣物，你知道有多可怕？在这个下面看到了一些骨头。这里是华中鬼谷天坑，垂直深度相当80层高楼，传言坑底曾有鬼谷先生居住过的痕迹。我们受邀前往探底拍摄，竟在内部发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人为痕迹。石头垒砌的地下甬道又是通向了哪里呢？有很大风吹出来，有狭管效应，说明后面还有很大的通道。出发！现在只能步行了。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在这个鬼谷坑的旁边了。我们是一行4人，这时候寻找合适的下降点。2、3。6秒，6秒，感觉没到底嘞。这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又轮到我开线了。我们从这个密林当中干下去，这里下去有可能在200多米。你们觉得不高吧？我们在这里排险，丢个石头下去看一下。这种石头的话，必须要给它拆干净。这里做了一个自然锚点，我们准备继续下降。通过咱们50米的升降，现在来到了这个中上段，可以看到这四周都是绝壁，我下面呢还非常的深。在这里发现了有很多这个独角莲，这个不算是奇花异草。你们看，咱们发现了什么？这是什么？珊瑚菌，还是那个刷出菌、刷走菌，是不是？好漂亮啊，一团一团的。这个可以吃吗？在这个天坑的半崖当中，继续下降。这里下去还挺高的哈，那我们继续下降吧。下降的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这边有一道巨大的圆形拱门。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鬼谷天门吗？能看到上面的门拱吗？这个石门隐藏在天坑当中，左右的宽度差不多在30多米，高度达到了100来米。队友户外梦造节紧随其后已经过来了，在这里再次做了一个自然锚点，这里下去还有10几米就到底了。成功到底，把装备放在这里啊。这里还看到挂的有一件衣服啊，就这个下面呢，曾经是摔了很多人下来，不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如果有摔下来的人，应该也嵌在这泥土里面去了吧。刚刚老孟过来的时候，在这个下面看到了一些骨头。可以看到，在我面前的这个林子呢，它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这里向上看去，能够隐约的看见坑口啊。据当地的村民所说，这个下面有一条能吃人的大蟒蛇，守护这个鬼谷坑。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沿着这个坑走一下，咱们看一下坑口。现在我们是井底之蛙呀，我们找了一根树作为打蛇棍，将这个下面的植被清理一下。全是这样的大石头，但在这里发现了好东西。认识吗？野生的大木耳。你在哪里？有洞的。哇，有光，洞里面有光。哦，是小大木。那个位置能够看到一些围墙的痕迹，还有火堆。再望一下坑口。天哪，像个鹅蛋一样。咱们现在来到了淋不到雨的地方，这里出现了一个火堆，这边还有一个，这应该是一个床架子，凿石头的铁站子，圆形的哈，圆形的站子的话可能更早一点，明末清初就有这个东西了。
难道是文字吗？沟壑纵横，难道是鬼谷子在这里写的文字吗？这边一个小石儿，下面被整得非常平整了，你看到吗？这是一个小隔断，曾经应该是把床搭在了这个上面，用于防潮用的。这里就像天书一样，还真的有字，毛笔字。看不清楚是写的什么。要是找到鬼谷天书，那就太精彩了。哇，看到了吗？人工修砌的。这边一个池子，大水池子。哇，看这个甬道多窄呀！哦，有很大风吹出来，有狭管效应，说明后面还有很大的洞道。过来之后是一个很大的空间，看一下，哇，一个大断崖这样下去，这边有清澈见底的水潭，一个清澈见底的水潭，我们也要从这个绳索这里降下去了。安全，降下来啊！降下来之后，这里发现了一些淡黄石，下面是一条清澈的地下漾河。这个水我刚才摸了一下，温度不是很低，它是地表水流进来的。这里又是一个断崖，再往这里下去。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自然锚点，准备下降这个小断崖。这里有非常漂亮的一个瀑布，瀑布上面呢是一些倒挂的钟乳石。看这个洁白透亮的钟乳石，已经被水流带进来的石头给砸坏了。前面看起来还依然很深邃，我们要继续下降。哇，这个叠潭太漂亮了吧！这里发现了一些骨头，这个动物还不小，应该是有一种野兽的骨头。这是非常漂亮，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山水石啊，很漂亮。它为什么非要往水里面跳，我就没搞懂。就像这边也是可以走的哈，只能从这边过去。这边过去一直是向下的通道，水流在这里呢就有了形状。2-3米啊，差不多了，估计往下就头就看不到了。跳一下，算了，搞不了，搞不了走。非常漂亮，一个心形的水潭。哇，进来了！好牛！好深啊，你看！哇，结束了啊，兄弟们！前面是一个很点，进不去。我来看一下，这个是连通了下面水库。哇，好深呐，兄弟们！对，就是过不去。我们把手电放下去一探究竟。不是，我把手电搞掉了哈。哇，看到没？几10米深。这个前面已经过不去了，这是一个伏流。哇，确实去不了了啊！鬼谷子当年应该是通过这个水潭啊，采用水阵的方式去往了别的地方。这个里面并没有太多的人为痕迹。然后呢，这个鬼谷坑呢，到这里如果不采用洞潜的话，那是无法行经半步了。我们视频只能遗憾收场了。这时候赶紧出去，因为我感觉到外面已经在下大雨。有很多网友问啊，你们下了100米天坑是怎么上来的？我一直没有拍摄过这个细节啊，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进这个吴王洞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叫手伸哈，这个叫胸伸，这个叫脚踏带。我们主要是用了这3样器具，再就是安全带哈。然后下面就是拖着我们的包，把脚踏带呢就放在我们的右脚上面，然后呢这样把手伸往上推，然后这样一步，可以看到这个胸身就卡住了，就是这样依次反复，这样就可以上升几百米。当然一个是靠技术，另一个呢就是靠体能。要体能足够好的话，就可以上升的非常快。本来这个玩绳索的话，需要比较瘦一点的话，就爬起来很快啊。但是咱们这个体格的话，耐力会比较好。看到没？就是如此反复，那么就抵达了这个崖壁的中间。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挂着安全牛尾，这样横切过去，就可以进入它门口的一个石院子。能够看到这个石墙中间还有3合土填的缝的哈，用了非常细小的石块，这个石墙做的还是非常精致的。这个城墙呢，差不多是厚约80公分，它是两边都做的有面子，中间填的仓。这种防御工事呢，可以说是建造的非常细致，用了非常多的精力来建造了这个石墙。由此可以推断出啊，当时这个吴王可能在这里待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通过的是吴王洞的第3道要塞，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站到了院子里面啊。这个石墙上面呢，可以看到有一些站子修凿的痕迹，从这个站纹就可以看出。这里先锋布了线上去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岩壁上面还有朱砂写的文字，我们要上去给大家仔细拍摄一下。这里能够看到它的第4层哈，第4层石墙呢做的非常的规矩，而且用细站子修了边的。追了我一下，红妹儿你怕不怕？来。不听话就拿这个扎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你又不是容嬷嬷，非常的可怕。容嬷嬷却是西厂的李公公。嘿，这是什么字？这个好像还是个胶，这里还是个土，这边就真的是认不清了，不知道是什么字，反正是4个字。可以看到这个城墙是一个梯形的结构，上窄下宽，这样的建造方式呢会更稳固。这是典型的一个土石结构的城墙，它下面呢是用这个石头垒的地基，上面做的有土墙。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它是接连有2、3道防御工事，这个也就是洞道的第4层。洞口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主洞厅呢，差不多是100来个平方。在洞道的里面有一个黑漆漆的洞口，沿着山体向里面延伸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去一探究竟。这里出现的有造星土，是红色的哈，说明这里曾经生过火。哦，那里有字。这个洞里面有很多的繁体字，也是朱砂写的，写的是福禄寿喜，繁体字，字还挺漂亮，是采用的这样的隶书。这边有一个时代的时字，也是繁体字。这边就已经损毁殆尽了，看不清楚了，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留下来的。这个地上没有发现任何的生活器具。有很多人说，你看到这种悬崖洞，为什么不用无人机进来探呢？无人机最多飞到这个位置就没有信号了，因为上面看不见阳光的话，它没有 GPS。洞穴里面是不可能用无人机来探的哈。你要想一睹里面的真容，除非身临其境。我们从这里上去看一下，这里好像也有石头做的，哇！非常标志的一个水缸，全部是由条石打造的，宽度差不多在一个3米，然后长度呢是4米左右。这里还发现了有肋骨，这里就见不到光了，是一个进来的内室。
这个下面有一个暗道，就在门的旁边，能够看到下面有一些骨头。这上面好多钟乳石，这里明显有烧过火的痕迹。看这个钟乳石被烧红的痕迹，应该是很多年前留下的。这里好像在钟乳石上面开凿的有台阶往上去的，我们要不要从这里上去看一下？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出发。这个台阶凿也不凿大一点，我这44码的大脚踩上去还是有点问题啊。哇，这里有一个向下的洞道，下去还挺深的哈。这里要开线不深，做了一个自然锚点，准备下入这个下面的洞道。从那个上面下来之后啊，这边地上全是黑漆漆的。如果存在这种黑漆漆的，大家看过我们以往的视频，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这边出现了大量的陶罐碎片。哇，这里还有铜钱呢，还有铜钱。好多个，看到吗？这里，这个罐子里面直接破碎了，地上随处可见的铜钱。典型的古碗。我们现在继续前进。有骨头！我去！那哦，你不要拿起来，这个不要用手摸。这是什么？哎呀，我去！骨下面全都是，看这个下面，一直到那个最下方，都还有。我是不是踩在上面的？是踩在上面的，你不要踩在上面了，快下来！哦有！哦，这里全都是。哇，这里还有！这里好像还有一个暗道，这上面不知道还有没有洞道可以上去，先看一下下边吧。哇，好大个味道！9弯白骨洞。